俄军首次使用锆石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标志着俄罗斯又拥有了一款具有实战能力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锆石的战力有多强？为何说是打给美西方看的？2020年，俄军首次公布了锆石成功完成试射的画面，导弹精准地击中了预定目标，充分展示了其高超音速巡航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自2022年起，该导弹更是频繁进行全射程测试，以验证其在实际战斗中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虽然俄军至今未公布锆石的具体外形和技术参数，不过外界从之前的试射视频截图，还是对锆石导弹进行了很多的分析。根据俄方的说法，锆石属于多平台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也就是能够从海基、空基和陆基平台上发射。其中海基舰载是由3S14U 型通用垂直发射装置进行发射。从俄罗斯国防部在2020年10月公布的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试射锆石导弹的视频画面来看，锆石导弹在头锥和弹体主体之间似乎有一个收束状的异形结构。与 P700花岗岩重型反舰导弹或 P800镐玛瑙反舰导弹只在头锥部位使用了整流罩不同，锆石使用大型整流罩包覆了整个高超音速滑翔体，起飞段只有弹体后部的固体火箭助推器暴露在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导弹能够适配垂直发射筒，也或多或少证明了锆石是一种使用了异形升力体或乘波滑翔体结构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锆石导弹发射出筒后，在空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抛整流罩点燃弹体后部的固体火箭助推器，随后直冲高空的动作。当到达一定速度之后，超燃冲压发动机开始点火工作，使导弹进入高超音速飞行状态。从俄军公布的锆石导弹飞行情况来看，在3分钟内飞完了350千米的距离。如果减去导弹出筒和爬升、末端降高和命中的时间，中段巡航飞行的速度大约为每秒2500米，说明锆石的高空速度在8马赫，低空速度在7马赫左右。虽然锆石被俄方称为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但是此次攻击的却是陆上目标，这也表明它的打击目标种类是多样化的。而就锆石反舰作战时的突防能力来说，当前美军无论是标准3 Block 2A 还是标准6 Block 1，都无法有效拦截防区外发射的锆石。这也意味着俄罗斯海军手中掌握着一个无法防御的航母杀手。另外，此次对基辅的攻击，外界还对俄军使用什么平台发射锆石很感兴趣。目前所知的俄海军装备锆石导弹的海基平台，均未部署在黑海或波罗的海。由此推测，俄军很可能是利用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陆基机动发射系统进行发射。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乌军在正面战场炮弹互袭中处于劣势，但通过无人机和无人艇对俄军的偷袭行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2月1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宣布，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击沉俄罗斯黑海舰队大型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乌方在此次袭击中使用了V5型海上自主警卫无人艇。乌克兰方面还发布了多艘无人艇进行协同攻击的视频，这对于俄黑海舰队而言，无疑是又一次重创。据报道，乌军这次袭击很可能得到了美军的情报支持。当时，美空军一架全球鹰无人机在黑海上空向乌军实时提供目标定位信息。据报道，全球鹰有着大气层侦察卫星之称，能够在2万米高空巡航，可以连续飞行32个小时，最大航程达到22780千米。全球鹰上装备了先进的侦察设备，可在2万米高空识别出地面直径仅为0.3米的物体。据了解，全球鹰飞行一次就可迅速侦察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在黑海这片并不大的海域，跟踪俄军登陆舰更是不在话下。在前线战况失利的情况之下，乌总统泽连斯基16号接连访问德国、法国，分别与两国签署了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德法承诺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确保建立一支能够保卫乌克兰的可持续力量。杜先生对此如何分析呢？乌克兰目前与美国的关系相对冷淡，但是与欧洲的关系正在相对弱落。我感觉可能是美国在做工作，
如果美国的600多亿经费无法按时到位，那么现在西方国家、欧洲国家可以接棒。最近欧盟已经通过了为期4年的500亿的援助计划。如果德国包括法国给予更多的资金援助、武器装备、技术援助，今后俄乌冲突还有可能会形成一场马拉松式的战争。在美国和西方认为，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中，对俄罗斯的消耗越大越好，越长越好。这样就可以降低俄罗斯对于北约纵深的这种威胁能力，说明俄乌冲突还要持续。今后围绕着前沿地带，各种冲突的风险依然在增加。俄乌冲突只是俄罗斯与西方冲突一个点，今后不同点位的冲突还会让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快速恶化。俄黑海舰队又遭重大损失，凯撒库尼科夫号大型登陆舰在黑海被乌克兰无人艇击沉。乌方称此次袭击使用了马古拉 V5型自杀式无人艇。那杜先生，乌军无人艇为何会屡屡得手呢？那么俄黑海舰队难道无法破局吗？在西方支持下，乌克兰海军大量使用了各种无人装备，像这次集中使用的马古拉5号，可以携带数百公军战斗部对目标发起攻击行动。而且这种所谓的无人艇采取半潜式，一半在水上，一半在水下，而且装药能力巨大，它可以高航速的相模发动冲击，所以给军舰的预警、拦截、发现都出现了重大障碍。另外呢，只要是有个别无人艇能够命中舰艇，就可以产生讯爆，这样呢，对应大型登陆舰，包括导弹艇的毁伤效果达到非常高的状态。总之呢，无人武器装备，特别是在夜暗、包括智能分散的这种极端条件下，一般作战舰艇很难发现这种武器装备打击的基本特征，从而拦截，包括摧毁，也基本上无从谈起。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无人武器装备在海战中的作用正在发生大的变化，小艇打大舰，基于网络技术的新型海战革命正在展开。日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架特种飞机进入台岛，台环境部门发文称，这是科研合作监测空气质量。外界普遍认为，这很可能是美军方玩弄花招，借 NASA 名义进行秘密军事行动。那么，事件背后暗藏美国什么居心？美空军为何接连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过去1年，美军航空事故激增，传递什么信息？据岛内媒体报道，日前有2架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飞机在台湾岛中南部绕飞，分别为 DC-8、G3 型号。其中 DC-8飞机上搭载的空气质量监测精密仪器，可以测量地面14米至3350米的各项空气污染物变化。G3 则是在8600米高度，利用机上搭载光学雷达仪器测量区域空气质量。有岛内网友评论称：“真的单纯科学研究吗？”有观察指出，从诸多细节来看，这2架飞机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利用空气质量监测掩护其他任务。据多家岛内媒体报道，美 DC-8飞机超低空通过台湾恒春半岛，在台岛南部上空来回穿梭，还在台南、嘉义等军用机场触地复飞。值得指出的是，美 DC-8是从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起飞的。而在去年3月，根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菲律宾同意向美军再开放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其中3个紧靠台湾岛。有分析指出，美机这番操作应与熟悉台岛战场环境、验证台军事机场效用有关。这样的飞机在台湾地区的一些机场做了这样一些放下机轮的复飞的动作。之前在菲律宾的相关机场也做了这样一些动作，很可能就是为了熟悉当地的机场的环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在冷战期间，不仅仅有 F-15战斗机，还有 WB-57、U-2、SR-71等高空侦察机。美军经常利用 NASA 的幌子从事各类情报搜集活动，最著名的当属鲍尔斯事件。1960年5月，苏联用 S-75导弹击落了1架美国 U-2侦察机，并且俘虏了飞行员鲍尔斯。而在对外发布的消息中，苏联刻意没有透露任何有关飞行员的信息。美国情报部门判断，鲍尔斯要么当场被击毙，要么已经自杀身亡，建议美国方面抵赖。于是，美国 NASA 非常高调地出来向全世界公布了一起试验事故。
一名 NASA 的飞行员在驾驶由 U-2高空侦察机改装而成的高空大气测量科学用机，在土耳其领空进行科学调查时，不幸遇到氧气系统故障。飞行员失去知觉后，飞机在自动驾驶仪的作用下误入苏联领空，被苏军击落。后来，苏联公布大量证据，他们把 U-2侦察机的胶卷冲印出来，里面几乎都是苏联的重要军事设施和洲际弹道导弹相关的工业设施。苏联还公布了 U-2侦察机的飞行员还活着，并且已经供认了一切。鲍尔斯事件过后 ，NASA 掩护美军的侦察行为就不再是什么秘密。NASA 它肯定肩负着为美国整个的国家，包括军方进行前沿的航空航天科技探索的这样一个使命，所以它的大量的项目确实直接为军方服务啊，这个美国方面也并没有任何的隐晦。它还验证了一系列飞机的布局和构型啊，比如说像 X-29验证机就验证了前掠翼加压翼布局的构型啊 ，X-31验证了整个的一个压式布局的这样一个飞机。所以实际上美国的很多研制的，比如说战斗机也好，导弹也好啊，包括航天的一些项目，实际上它的源头，它的早期的科技探索都是源于 NASA 的一些技术验证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国飞机意外频发 ，F-35战机也出事。据路透社14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希望将国防部明年购买的 F-35战机数量削减18%，从原定的83架下降到70架以下。此举将减少16亿美元支出。去年春天，美国国防部估计2025财年美国国防预算总额将为9290亿美元，但去年年中达成的为期2年的预算协议将2025财年的国防预算做出限制，要求只比2024年的8860亿美元高出1%。因此，美国2025财年的国防预算总额将被限制为8950亿美元。这迫使拜登政府寻求节省开支，而削减 F-35战机的采购数量就是其中之一。对于为何在削减国防预算方案中首先选择削减 F-35的采购量，外界分析认为，从2011年至今，3个型号的 F-35总产量已经接近1000架，而 F-35自2015年服以来频频遭到航空事故。去年9月，一架 F-35B 战斗机在南卡罗来纳州坠毁。美国航空网站航空家日前又爆出，1月26号，美海军陆战队一架 F-35C 型战斗机在一次训练任务结束后进行停放时，前起落架意外收起，导致机头着地。此前类似事件只发生在 A 和 B 型号上。因为当下美国的军费来到了8800多亿美元，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但严格说来，它还是捉襟见肘的。而 F-35在发动机、在机体的其他一些方面，还有一些硬件上的问题。总体来说的话，美国军方实际上已经骑虎难下啊，因为新的飞机只有 F-35，它不装备也不行。但是装备了一定数量之后，可能美国方面认为啊，一个是问题太多啊，另外在和大国竞争当中，F-35他们可能认为起到的作用也不一定非常的明显啊，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砍掉 F-35的装备量，而把经费集中在他们认为更有用的地方，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不过 F-35仍是全世界最畅销的第5代战斗机。据美国国防部 F-35联合计划办公室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于2023年10月发布的简报，目前 F-35全球机队规模已超过975架，有10个国家在本土部署 F-35，包括美国、英国、以色列、意大利、澳大利亚、挪威、荷兰、日本、韩国、丹麦。与此同时 ，F-35全球部署基地增长为41个，而近期捷克也将向美国支付近50亿美元，用于购买24架 F-35战机、飞行员培训、弹药和支付其他费用。罗马尼亚则计划采购32架 F-35。F-35隐身战机自问世以来就事故频发，饱受诟病。那么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安全系数堪忧，为何还会受到追捧呢
F-35有 A、B、C 3个版本，技术参数并不相同。以产量最大、装备最广泛的空军常规起降型 F-35A 为例，其机身全长15.7米，翼展10.7米，机高4.38米，空重13.3吨，最大起飞重量达31.8吨，最大速度1.6马赫，航程2200余千米，作战半径1093千米。该机有4个弹舱挂点和6个机翼挂点，其中弹舱载弹量为2.1吨，外挂超过6吨。如果同时采用弹舱和外挂方式携带武器，则总载弹量可达8.1吨。主要挂载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和各类精确制导炸弹。F-35除了隐身设计十分有效之外，其综合的航电设备和感应器融合，可以增加驾驶员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目标识别和武器投射能力。F-35的软件系统可以把所有传感器数据包裹成一个直观的战术图像，显示在机舱和头盔显示器上，供飞行员观看，并且能够自动生成作战计划。而飞行员可以通过头盔显示器直观地感受环境信息以及各类战术目标数据，通过头盔虚拟技术令驾驶员拥有无障碍的视野进行操作、发射武器。全景式无障碍的空中态势感知是未来战斗机的一个发展趋势，这也是让世界多国对 F-35如此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何 F-35战斗机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故呢？根据美国五角大楼业务测试和评估主任办公室给出的报告 ，F-35战斗机在设计上存在的软硬件缺陷，在2021财年末，软硬件缺陷就多达845个。这也说明 F-35本身的毛病就不少，尤其是层出不穷的软硬件缺陷，让 F-35的使用者头大如斗。此外 ，F-35还面临发动机动力不足的问题。此前，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曾发布了一份关于 F-135发动机局限性的报告。报告称，在 F-35战斗机升级为最新的 Block 4版本之后，它所搭配的 F-135发动机已经无法满足战机的需求，尤其是在未更新后的硬件提供必要的电力和冷却需求时，存在严重的缺陷。F-35使用的是由惠普公司制造的 F-135，被称为军用最强航空涡扇发动机，最大推力超过19吨。目前 F-135 PW100 装配在 F-35A 和 F-35C， 而 F-135 PW600 则装配于 F-35B。虽然 F-135很强大，但随着 F-35升级 Block 4版本，其机载计算机、AESA 雷达的换装、分布式孔径系统、光电瞄准系统、电子战系统都进行了升级更换。这样一来 ，F-35的机载设备就需要更多的电力来支持运行，因此 F-135的负荷将会大大的增加。在没有更换新发动机之前 ，F-135发动机将面临超负荷运转的状态，这也将大大影响其运行寿命。然而，面对战机暴露出的大量技术问题和设计缺陷 ，F-35的制造商洛马公司处置效率却十分低下，长此以往很可能影响 F-35战斗机的未来销量。除了 F-35以外，美军其他机型近来也事故不断。1月4号，美国空军一架 B-1B 战略轰炸机在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降落时坠毁。1月31号，又有一架美国 F-16战机在韩国西海岸附近坠海。有美国媒体报道，在过去12个月里，美军至少发生了16起非战斗军事航空事故，导致至少36名美国军人死亡。一名美国退役空军 F-16战斗机飞行员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近来事故激增，令人不安。”第一个原因就是和美国为了维持全球霸权，那么它的各军种保有了大量的飞行器啊，基数是非常庞大的。而很多飞行器服役时间已经很长，有的甚至于是超期服役的状态，又没有经费，短时间内把它全部更新，出现事故也就很正常了。第二原因实际上还是和美国维持霸权相关啊。那么它每年要进行大量的高频次的这种军事演习啊，它平时的训练强度也是比较高的啊，武器装备、飞行器的疲劳度就很高啊，有的时候维护保养又跟不上。近段时间以来，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在多个场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以此作为推动美空军改革的借口。杜先生，美空军为了在大国竞争时代保持优势，正在进行怎样的改革呢？
美国不同军兵种只要发展装备、索要军费，都要把中国当成摇钱树。而且不同军兵种在新的大项目上马之前，都会把中国当成基本目标，而且呢，把中国威胁放到首位。特别是要强调与中国的距离正在接近，中国在亚太地区对美国海上、空中、陆上构成安全威胁。所以美国空军这种说法呢，跟以往的这种论调完全一样。今后呢还会逐渐发生。所以现在看呢，印太地区无论是陆军、海军、空军，包括海军中陆战队，都把中国威胁、中国的紧迫感作为核心。所以下一步呢，不同军兵种的这种所谓的呼声会进一步增多。实际上呢，这种状态会加剧大国竞争。F-35战机量产之后，一直在不断的升级改进当中，而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多个生产批次的 F-35遭到美军拒收。白先生，您对命运多舛的 F-35是怎么看的？此外，美国急于让 B-21隐身轰炸机开始低速批量生产，会否重蹈 F-35的覆辙呢？我觉得其实对于 B-21来讲，最大的问题倒不是像 F-35那样，而是说像 B-2那样，因为我们看到 B-2其实也是一款这个吹得很牛的这种相关的战机，但是呢，它的整个装备量跟最初的超过100架的目标，那么其实差距是比较远的。那么对于 B-21来讲呢，它被美国视为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之中啊，具体说对于中俄这种对抗之中的一个主战装备。那么，但是这款主战装备，我们看到它的宣传，包括它的研发和测试的过程，其实是采取了一种极度不透明的状态。那么这点上跟 B-2跟当年的 F-22其实很像。那么很多的问题，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博弈、军界高层的这个需要，包括它所谓的大国竞争的这种需要，那么被暂时的掩盖。那么对于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来讲，它跟很多国家的军事工业的最大差别就是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利益，这点上跟大的企业其实没什么区别。对于他们来讲 ，F-35并不是一个不好的项目，相反被认为是美国式的军事工业体系的质量管理和项目管理的一个经典的案例。我们看到 F-35的存在，让很多的企业能够在几年、几十年中获得足够的这种相关的资金。所以我们说，对于美国来讲，它的很多的问题其实是在它的军工体系，甚至在它的军界和政界的根源。